很多人都说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是比较亲中的，不晓得你是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亲中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因为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来讲，最终所要来维护的仍然是东南亚国家自己的利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不应该是目的，而应该是手段。那东南亚就在中国的旁边，不论美国或者说西方或者说欧洲想怎么来劝说马来西亚说，你不要离中国太近，地理上的距离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现实存在。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不是帮助马来西亚实现产业发展。中国还是会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优先考量的，它肯定是作为中国优先，刻薄一点。中国的双赢，在中国在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分析里面都有一个说法，双赢叫做中国赢2次。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马来西亚的政府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工业，实现马来西亚的利益最大化。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研究的是马中建交50周年，两个国家的关系真的是越走越近了吗？那么在深化合作的同时，其实对大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呢？那其实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50周年啊，其实我们发现说，在大马的民间呢，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片的祥和啊，两国关系非常的好。在媒体上面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正面的报道，但是这个气氛跟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的气氛似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其实不只是在西方国家他们在重新探讨跟中国的关系，我们看到说在欧洲，他们一直在说要去风险化。那么我们邻近的台湾或者是日韩呢，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在这几年也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在西方世界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表示要跟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来脱钩，或者是来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说首相安华的昌明政府的主导之下，似乎我们跟一带一路的关系是走得越来越近。然而现在也看到了这个走得越来越近的背后呢，有很多的问题跟矛盾也开始逐渐的浮现。究竟我们跟中国越走越近是不是一件好事？我们曾经有听到资深媒体人范启斐他说，你跟谁走得越近，你就会越像谁。真的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吗？那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深化，究竟对我们的社会还有经济来说呢，会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今天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了华盛顿史蒂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深度的探讨。来，孙韵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打声招呼吧。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也感谢观众。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和大家做这样的交流。是，也欢迎你来到马来西亚啊。那其实你对于这个中国还有跟这个世界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看过你很多的这个文章，还有包括一带一路的一些研究。所以今天可能第一道问题我们就要来破题啊，就是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建交50周年嘛，我相信你来这2天肯定也会感受到说，包括像主流媒体或者是说一般民间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评价啊。那您自己观察说，东南亚国家这些年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很多人都说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是比较亲中的，不晓得你是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亲中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因为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来讲，最终所要来维护的或者说要来保护的仍然是东南亚国家自己的利益。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不应该是目的，而应该是手段。或者说不论马来西亚最终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义是什么，中国应该是实现这个国家利益中间的一种助力，或者说是一种工具，是背景。那么这样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怎样来定义的？那么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都普遍面临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中国在中间是起到积极的作用呢，还是起到消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问题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笼统的。对于我们研究“一带一路”的这个就是结果来看，“一带一路”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那么如何来评价一带一路，或者是如何来在马来西亚它的国家战略中
来看待一带一路，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来说主观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一带一路会给沿线的国家带来很多的机会，比如说有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那也比如说有提供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说是贸易最大化这样的机会。那么在中间也还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所带来的这种资金，中国所带来的技术，那么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那么最终这个要取决于马来西亚的政府如何来利用这样的机会，管理这样的机会，以及来掌控或者说控制这样的机会有可能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对于每个国家来说，我认为这个才是那个最大的挑战，而不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说中国的项目一概都是好的，或者说一概都是坏的。我认为在于在国际关系中间，任何绝对化的结论都是有问题的。那么一定要把它放在切实的就是当地的环境，然后来客观的看待中国比如说一带一路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传统的看法会认为中国对于马来西亚有比较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毕竟有文化上的联系，有历史上面的联系，尤其是有马来西亚华人这样的一种联系。那么中国在马来西亚的不论是它的内政或者是外交上面都会起到很重大的这种作用。但是这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说中国最后的它的国家利益同马来西亚的利益能不能够契合，这个仍然是一个就是需要马来西亚的政府和马来西亚的公众来判断的问题。是因为您自己是来自华盛顿但是听您的口音的话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应该听得出来您应该是来自中国，有中国的背景。是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自己个人的这个背景，还有您现在在华盛顿所担任的工作呢？我姓孙，我叫孙韵。那像你刚才所说我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进行了我不仅是初级的和中级的教育，我在中国有念大学，然后有在中国念研究生，然后我才到华盛顿来这边接受进一步的这个博士的教育，然后最终选择说在华盛顿的智库，也就是这种外交政策的研究机构来工作下来。我一直认为说，因为我的背景和大部分在美国的研究人员也不一样，那么和大部分中国的研究人员也不一样，我宁可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来客观的看待中国对美国的政策，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然后那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多元文化的体现。因为很难想象说在一个单一文化或者说单一声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立场存在。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我的研究在华盛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主流的完全为美国政府或者说是不是为政府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了解。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也拜读过你很多的研究还有您的文章然后所以我就发现说，因为我很多有中国背景的这些研究员或者是智库的人员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特别中立的去来呈现一些真实的面貌。您自己特别是在曾经过去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都会在思想上面或者是在一些的表达上面可能也会有所受限。但是您自己是怎么样子去做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立的一个立场和观察的呢？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客观性本身是一个主观的词汇。当我们说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观点是客观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不对？所以中立实际上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也是相对的。对，它是相对，而且是非常主观的一种判断。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在研究工作中间不会只听一方的声音，或者说只考虑一方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来说，其实我觉得两大国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多的。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甚至说其他的这个大国，这个都是很现实的一个存在。那么作为研究人员来讲，不仅要知道其然，也要知道其所以然，而且也要知道事情的背面，
我认为这样才能够更为客观的，或者说更为综合的来衡量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比如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一定要承认说一带一路它有很多积极的方面，那一带一路也带来了很多积极的效果，那么这些都是客观的。但是能不能够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一带一路一点问题都没有，或者说一带一路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没有给所在国家带来任何问题，那这个我认为也是不正确的一种看法。那么当客观的衡量这种一个现实存在的时候，既看到积极的方面也看到消极的方面，会比较有助于最后形成一个平衡的结论。关于一带一路的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会进行更多的探讨，但是我想要先就是针对说现在因为是马中关系50周年嘛，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马来西亚跟中国现在的关系的一个走向，我们先来进行一些思考哦。我们就曾经看到说安华最近在他自己的一次演讲当中，他就说马来西亚跟中国是没有问题的啊，西方不应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其他国家。那么安华也表示说呢，马来西亚是一个坚决独立的国家，不享受任何势力的支配哦。这个论述其实我相信不止马来西亚，我相信很多的东南亚国家都是这样子，希望说可以来有一个所谓的等距的外交的关系哦，跟中国好，跟美国也好。但是其实你自己个人观察哦，虽然安华他是这样子表态，他希望跟中美都保持好的关系，但是在行为上面，因为常常我们看政治人物，要不只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所以如果你从安华做了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有一点点比较倾向于跟中国比较友好呢？等距离外交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考虑到，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距离，地理上面的距离，那东南亚就在中国的旁边。是，我们现在喜欢在国际关系中讲这个，我们说这个重力的理论。你比如说你在宇宙中间，你离哪一个行星更近一点，你就很容易被它吸引到它的这个行星轨迹中间去。那么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间，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间也是有同样的道理。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讲贸易，那么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距离，如果相比马来西亚同美国的距离，那实际上是近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商品从美国运到马来西亚，它的成本就会增加很多。那么中国同马来西亚之间，它就具备天然的贸易这样的便利性。所以我们就从最基本的重力理论来讲的话，马来西亚同中国有更亲近的关系，或者说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个是由现实所决定的。不论美国或者说西方或者说欧洲想怎么来劝说马来西亚说，哦，你不要离中国太近，地理上的距离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现实存在，对不对？那么就进入到另外下一个问题，就是地理上距离的接近，或者说两国关系的接近，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呢？刚才所说的，那中国确实给马来西亚带来很多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的体量，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外溢的效应，它的外延的效应，然后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同马来西亚经济之间的互补性。那么我们知道说中国是可以给马来西亚的经济带来很多机会的。那么这一点也是从比如说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量是有一个非常切实的体现。那么美国同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就很难同中国同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竞争都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没有办法来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间，问题就产生了。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完全的依赖于中国，或者是完全依赖于对华的贸易，对马来西亚是有好处的吗？或者说对马来西亚是一个是一个有相对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吗？因为你要考虑到，如果马来西亚同中国经济的这种单一性的依赖，或者说马来西亚没有形成一个贸易的多元化，难避免的一种结局就是马来西亚不论在市场上面，还是在这个投资，或者说是就是在我们说的上游还有下游的这两个方面，都会形成对中国的这种依赖。那么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中间，单一的依赖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会把你的国家或者说把你的贸易放在一个相对来说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如果这种贸易发生了，比如说受到了国际上的冲击，受到了国际价格上面的冲击，如果马来西亚没有一个多元化的来源以及多元化的市场，那么就会给马来西亚造成一定的这种国家的风险。所以
我想第一点强调的是说，马来西亚同中国之间的这种距离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天然的亲近关系也好，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同时风险也是客观的，没有任何一个小国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中等强国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完全的系于一个大国身上。这个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面都是不理性或者说不明智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西方媒体一直都在警告说，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啊，但这个债务陷阱似乎这个问题在马来西亚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有看到其他的问题哦，包括了最近有来我们节目分享的这个宝腾汽车的这个零件供应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宝腾它现在有一个最大的股东就是中国吉利汽车啊，然后呢，现在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提到说，他们没有意思要来履行和本地供应商的这个合约，导致这个本地零件商血本无归啊。那么他们向大马政府求助的时候呢，却发现说政府因为跟中国的关系啊，现在要紧密的来这个加强关系，所以似乎也爱莫能助啊。所以您认为说企业或者是组织和中国合作有哪一些的部分是要自己特别的去小心的或者是谨慎的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刚才你提到了债务陷阱，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没有形成这样债务陷阱的一个现实或者结局，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我们确实是看到有很多的国家是因为从中国获得了这么多的贷款，那么最后当贷款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给这个国家的财政以及给国家未来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以及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那么我个人是不太同意债务陷阱的这样一个叙事，因为当你考虑到陷阱的时候，它首先反映的是一个意图，好像是刻意为之，就是故意的，中国故意的把自己把这些国家都放在一个比如说是用中国的贷款吸引他们，最终把他们放在这个陷阱里面，把他们套牢了。对，把他们套牢。但是我是想说，当然就是从西方的这个一般我们说这个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一般会说，如果你欠银行100万的话，100万美元，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但是如果你欠了银行1亿美元，那么银行的麻烦就大了。所以我觉得债务陷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是说不通的，因为首先你没有办法证明中国是有这样的意图，其次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债务陷阱最后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当有这么多的国家，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说广大的非洲国家或者说是欠发达国家在债务偿还问题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放的这么多贷款收不回来，对中国来说难道是有利的一个现实吗？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债务陷阱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我个人是不能同意。但是在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有很多人对中国有一个误解，就是中国是一个行为体。不论是中国的银行，还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地方政府，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跟中国的私营企业，我们会认为他们是一个行为体。就是北京说了什么，或者说中国的领导人说了什么，那么中国就像是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内部的冲突，也没有任何内部的矛盾。我们看到中国的政策就是从上到下是一折不扣的100%的获得执行，现实远远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要是考虑到中国的不同的行为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实际上也是不一致的。比如说中央政府说我们想要用一带一路打通在欧洲还有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打通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障碍，那么我们会用我们中国政府的银行的贷款去推动我们中国的企业去帮助这些国家克服他们基础设施上面的障碍。那么这个是一个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央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从银行的角度来讲，银行比如说中国的国有银行，不论是国家开发银行还是它的进出口银行，它的目的第一是要把贷款放出去，第二是要把贷款收回来。
这个对于银行来说是它的目的。对于中国的中央企业来说，就是国有企业，它首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订单拿回来，比如说修建这些基础设施，它要拿的是订单，对不对？那么其次才会涉及到说，它作为企业需要来执行这个国家的意志。那么你要是看到中国的这种私营企业，比如说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它不是如果记得不错，吉利不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么中国私营企业他们的目标就更加明确了，是利润啊。就是如何能够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你要是把这些不同的它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把它的动机结合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不能够用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叙事去衡量企业的行为，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有差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比如说对马来西亚的企业来说，要充分的理解或者是充分的了解中国不同行为体之间利益的差别，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你没有办法对比如说一个私营企业说，哎，你的这个国家，你的中央政府是这样讲的，你的使馆是这样讲的，这个对于企业行为的对它的约束性实际上是非常弱的。所以我觉得也就会产生到，比如说一带一路中间，我们看到甚至在一带一路之前，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种商业上的 dispute， 商业上的争议。那么最终商业上的争议还是要通过一个商业上的方式来解决。但我们知道在亚洲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比如说政府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间，寻求政府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会认为说，政府你是大政府啊，那我们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依赖政府来解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企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政府的利益同企业的利益不都一致。所以这也就提醒所有的企业，不管是跟中国的企业做生意也好，或者是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做生意，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自己非常的清醒，不能够因为说是因为一带一路或者是个人情感或者是个人对于中国的情意结，所以你就放水，或者是你就overlook 一些东西，那后面的这个后果可能就是要自己的企业去承担。当然我也是希望呼吁政府可以就是多少去帮助这些企业来解决这些的争议啦，也不能够说因为伤害两国的感情，或者是伤害到政府的某些政策就不保护企业，这样子对企业来说可能也会对政府失去信心的啊。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刚刚来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就是我们录音的隔一天就会播出的这个节目就是联所工会的代表刘明他就有表示说呢，大马政府对中国过剩产能的门户大开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我们看到在媒体当中讨论的很多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出现在马来西亚，但像比如说欧洲，他们就会透过像贸易壁垒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但现在马来西亚似乎没有这么做所以很多中国产品在本地，根据刘明的说法就是木马屠城。那许多的企业因为这个经营惨淡因为没有办法跟这些中国的商品的这个低价格来做竞争，所以他们甚至是有很多的企业就因此倒闭了不晓得你在其他的国家有没有观察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国家就是政府，比如说它政策的一个成熟程度。因为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觉得木马屠城这个听起来好血腥好血腥。是，但是实际上在其他的国家，我们是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整个的一个产业，因为中国有便宜的产品，或者说中国有非常容易获得的相对来说物美价廉的产品，那么它就会充斥到这个市场，导致这个国家的民族工业，那你已经有了很便宜的产品然后你还就是民族工业是没有竞争力的。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觉得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忧说一个更加简单的例子，可口可乐，当它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市场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像比如说北冰洋汽水就被完全的消灭掉，最后是被可口可乐收购这样子。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对于政府来说，这个工业如果完全的被外国的产品来充斥，或者说被它整个的控制掉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民族工业来说，或者是对于政府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或者说这个产业是不是政府的重点的产业？
比如说我个人感觉在中国的这个例子中间，那么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是没有觉得汽水工业或者说这个饮料的这个产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它的重点。所以在长达几乎20年的时间中间，它是允许可口可乐以及国外的这个产品来充斥它的这个市场。但是在其他的产业，我们看到的就不是这样。比如说再拿中国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高铁。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高铁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相对来说物美价廉。那也因为说中国政府愿意为了自己的高铁走出去，来提供政策上的便利，比如说中国的银行提供贷款来在其他的国家修建高铁。但是在早期，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的高铁技术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市场是没有竞争者的，或者说中铁和中铁建在那个时候是不具备高铁技术的。所以这个就是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叫技术换市场，或者叫市场换技术。就是我允许你的产品进来，但是不仅仅是向你开放我的市场，我还是要求你要把这个技术同国内的民族工业或者说民族企业进行分享。最终的目的不是让日本的技术或者说德国的技术来攻占或者说是完全控制中国的市场，最终的目的是要培养中国的民族企业，中国的自己的企业能够有就是从这个技术中间能够有学习，最终有中国更加物美更加价廉的这样的产品来同这个西方的产品进行竞争。那我觉得这个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特别有借鉴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确实看到说中国的产品也好，中国的电动车，或者说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有很多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那么东南亚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说哇好啊，既然你的产业愿意转移过来，那我就全盘接受，还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更加有价值的机会利用起来，利用这样的机会能够提高比如说马来西亚本地的工业或者说本地的劳动力在全球价值链或者说全球产业链中间的一个地位。这个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但你不觉得说中国其实它也应该要有所克制吗？因为毕竟现在世界上的包括像是不管是西方它是蓄意的，或者是说真实有发生一些事情现在的叙事在国际间它就是对中国不太友善包括了是这个过于产能的抛售等等这些问题。你觉得中国政府难道没有一点点责任吗？资本都是逐利的，资本的目标最终永远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当然我们可以来辩论说，哇，中国的利益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利益啊，你也要考虑到这个政治上的利益。但是最终就我看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么多年，最终是取决于所在国，就是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或者是非洲国家，是取决于他们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工业。你指望或者说你寄期望于中国会以一种非常友善的，或者说是以一种大国的一种积极的姿态。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不是帮助马来西亚实现产业发展，对不对？如果在中国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间，马来西亚也从中获得了发展，获得了利益，没问题啊。这个是中国叫双赢，对不对？是，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还是会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优先考量的，他肯定是作为中国优先。就像但是我们这里就有很多人误会，认为说中国来利益良善，就是他是希望能够造成双赢，就算他自己亏钱了，他都希望能够把马来西亚带起来。这个是很多，这个怎么可能？这个我觉得有一种太过一厢情愿，太过罗曼蒂克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吧。就像我觉得说的更刻薄一点，中国的双赢，在中国自己的学者或者说在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这个分析里面，都有一个说法，双赢叫做中国赢2次。好，双赢叫做中国赢2次。是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办法寄期望于说中国会以最大的善意把马来西亚的发展作为它最高的国家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这样来设计。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马来西亚的政府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工业，如何来利用这样的机会，如何实现马来西亚的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是对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的责任，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说中国它是一个
个客观的存在，一带一路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这个是一个就是所在国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寄希望于说哇，希望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机会，机会是有的，看你怎么利用。但会不会有时候就是这些小国，包括像马来西亚、泰国，我们就不说越南了，包括像印尼这样子的国家，可能他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小国，我没有能力去跟中国叫板，或者是去跟他谈条件，我也只能够逆来顺受。看看新加坡啊，看看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对于小国或者说对于我们都不说小国，就是中等国家来讲，我特别同意新加坡的一种战略，就是不能懒惰啊，是，就是你不能够想说哇这个机会很容易，那我就不考虑其他的机会。既然中国已经给了我这样的 deal， 那我就不看其他的这个选择。你要想说，如果你只有这样一个选择，那么10年以后，你的市场已经被完全的被这个中国，比如说这个一个国家的产品所充斥了，那么你没有任何资源，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资本，去同中国再谈条件。这个也是为什么对于中等国家跟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国家来说，需要保持我们说政策的开放性，需要保持选择的多样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你不希望只有一个选择，因为那是最糟的选择。是，当我们还有筹码的时候呢，你就要利用这个筹码去谈判，不要等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筹码的时候，那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去谈判。好，聊了这么多跟中国的关系，我们也来聊聊跟美国的关系好了因为你自己在这个华盛顿，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亲身观察啊。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当然没有很多的数据但是我一直觉得说马来西亚很像不是非常被美国重视的一个地方就是美国它在它整个的战略部署当中，很像马来西亚似乎不太重要我不晓得我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是正确的吗？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世界上的国家来说都有这样的感受。对美国都有这样的感受，对美国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想说埃塞俄比亚也觉得说哇，我完全不在美国的那个雷达上，或者说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我觉得东南亚国家都有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就是我确实不在美国的那个雷达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观感，因为美国首先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世界的这个 superpower， 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对不对？超级大国的它的外交政策一定会有2个倾向，第一就是注重同大国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现在美国看到说中国跟俄罗斯被认为说是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那么就很难避免一种情况，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会特别侧重，或者说会特别重视，把所有或者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那里。作为超级大国，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对于它的外交政策来说，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导向，就是当这个国家没有问题的时候，美国的政策一般是不会看到有很多的重点放在这个国家上面，但是当这个国家突然爆发了危机，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国家好像突然变成了美国的政策重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看美国外交的时候，第一是大国导向，第二是危机导向，这是2个没有办法避免的特点。这个也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实际上大部分的国家看起来都不是美国的重点，但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比如说像缅甸，现在对于美国的政策来说，确实是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一个重点，但是这是因为缅甸发生了军事政变是因为缅甸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里面会被认为说是一个麻烦，或者说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不在美国的雷达上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在美国的雷达上面的话呢，搞不好就会有制裁的风险吗？您自己怎么观察？因为我们也看到说马来西亚现在有这一种的民族主义或者是这个宗教意识的高涨所以有很多美国的企业在这边是受到 boycott他们有抵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包括了可能美国还怀疑说马来西亚有一些企业可能偷卖就是做一些石油的交易在帮助伊朗的部分的。那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美国有没有可能会制裁马来西亚，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还比较远吧，因为马来西亚在这个名单上面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像我们所说的，当然我是觉得这个风险始终是存在的。
比如说现在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有很多的企业现在不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美国的企业，都想把他们的生产把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这个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是这样，因为他们想避免美国政府制裁他们在中国大陆生产。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他们是在中国大陆生产，就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美国的市场，那么他们也会选取说在第三方，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这样的国家来建立他们的这个生产线。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给东南亚国家，不论是马来西亚、泰国，还有这个就是越南，还有印尼来讲，都制造了很多的机会。但是我是想说，机会也是有风险的。就像美国现在在看墨西哥，说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美国市场，中国现在电动车生产商也想通过墨西哥去进入到美国的市场。那么墨西哥的这个产业就被放在了美国的雷达上面。因为如果美国看到说墨西哥已经变成了中国进入或者说避免制裁最后进入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捷径，那么很难避免就是说美国的制裁最终也会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墨西哥上面。所以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但是就是说机遇跟风险永远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它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对于马来西亚，我认为需要来做准备的就是一定要有前瞻性，就是你不仅看到说哇这个中美贸易战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机会，那它的前瞻性也需要看到说可能在5年或者10年之内，那么这样的一种产业链转移最终会变成马来西亚同美国经济关系中间的一个风险点。是包括了我发现有一些洗产地的这个状况啊，就是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它可能或许它也会成为美国制裁马来西亚企业或者是国家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原因吗？我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最终我们可能看到的一个结果是制裁，但是实际上在制裁之前，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就是双方的讨价还价也好，或者说美国政府对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抗议说我们已经看到在马来西亚的产业中间有这样的一种洗产地的这样的一种风险。我觉得美方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行为的模式是，它一定不会是从制裁就开始。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它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它一定会同马来西亚的政府交涉，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的证据，就是你看我们已经看到说中国的企业的产品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来规避制裁，它一定会给马来西亚这样的机会，说你先去解决问题哦。但是如果你最后不解决的话，那我可能先会把这个问题公开化，那就会给你带来比如说内部或者外部的压力。如果你仍然不解决，那么我们最后可能会升级到制裁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啊。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最终我们虽然看到说很多制裁的结果，但是制裁一定不是美国的第一选择。好，我们来聊一下美国大选好了。就是我相信现在这也是大家非常瞩目的一件事情啊，也是地表上很像是最重要的一场选举。你觉得拜登或者是特朗普他们对于东南亚的这个外交政策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吗？从他们政策的大方向上来看，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从政策执行的这种我们说它的一个方法上面，它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特朗普在他的执政过程中间，我们看到是他不可预测性，他的这种非常 dramatic， 或者说是非常用中文怎么讲，很戏剧化的，非常戏剧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最后的。其实它偏离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它的一种表现的模式跟它的这样的方式，我觉得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耳目一新的观感，其实还是很重大的，因为它同美国其他任何总统都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很难就是避免会认为说，其实它的政策也很不一样。它的政策其实在对东南亚和对中国上面，其实它的政策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看到说对东南亚实际上影响最大的一点，我认为实际上还是在就是贸易便利化或者说在贸易自由化的这个方向上面，因为特朗普是更加崇尚就是贸易的保护主义，就像他的这个贸易的顾问，他的莱特希泽 Lighthizer， 他说没有任何贸易是免费的，就是我们讲说自由贸易，他会强调说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一个悖论，或者说他不相信自由贸易，所以我们是看到说在特朗普的治下可能会在贸易上面有更为严苛的一种表现，像在竞选的过程中间，我们已经听到他今年早些时候强调说，如果他当选，那么他会对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都要征收10%的关税，但是对中国所有的产品都要征收60%的关税。那么基于他第一任期中间的这个行为，我相信大家或者说大家都相信说他是当真的，他不是仅仅说说而已。所以在贸易上面，如果他真的对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产品也征收10%的关税，那么这个会对马来西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就算是在拜登治下，我们也没有看到说美国在贸易自由化上面取得很多的进展。所以实际上贸易的保护主义在美国国内，它也是一个两党的共识，它是一个国内政治的现实存在。哪怕是民主党的政府，哪怕是相信自由贸易的这个政府或者总统，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背离美国国内的民意太多的距离。毕竟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特朗普他曾经夸下海口，他说在他的总统任期，或者是如果他再次当选的话呢，他一定是能够搞定区域的一些所谓的强人，包括了是北韩中国的习近平等等他就觉得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战争。你会觉得在战争的这件事情上面，两个不同的总统候选人如果当选的话，哪一位比较能够去平息目前现在就是到处打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还是你觉得两个都不太可能够摆平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都不能啊，因为就算是特朗普认为他有能力同北韩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但是北韩的核武器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啊。我们看到说2019年河内峰会以后，美国跟朝鲜实际上在外交方向上实际上是没有进展的。就像是在特朗普任内，他也曾经承诺说我和普京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他也没有解决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问题。那么现在具体到比如说对这个加沙或者是中东的问题，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他会对以色列采取更为激进的支持的政策。那么这个对于中东危机的解决，或者说对于穆斯林国家的向往或者说他的愿景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认为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或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有他鲜明的特点。尤其是在比如说他同强人或者说这种 strong man 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方向上，他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有优势的。但是我们从最后从政策的效果来看，我并不认为特朗普治下在对华的政策上面，对俄罗斯的政策上面，或者说对于解决朝鲜的问题上面有更加长足的进步。或者说不论谁当选，最后他都要受到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限制，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能够支持一些重大的政策方向发生转移的。好，那回到我们今天原本讨论的这个主题就是我想在这个中美大国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个竞争似乎也只会越来越激烈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头，你会建议像我们这样子的东南亚国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背景底下，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面对接下来的局势？除了你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不可以过度的罗曼蒂克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可以给到我们呢？我觉得东南亚国家其实两个选择，或者说有两个路径。第一就是说要保持自己选择的开放性。当你已经做出选择只选一边的时候，你就没有其他选择了。那么也就说明你未来的国家的利益也好，你的政策也好，你的选择也好，都要取决于这一个大国的意愿。
因为你已经没有选择。我们看到在东南亚有些国家实际上是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不仅没有办法讨价还价，你也没有办法对于自己的国家意志或者说你的政策仍然抱有这种主动性。所有人我认为保持选择的开放性，这个是或者说多样性，对于不仅是东南亚国家，甚至包括说欧洲国家，甚至包括说非洲国家来说，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利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或者说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其实看到东南亚国家已经在有做，就是形成一些我们说小国之间的联合体，就是形成 coalition。比如说东盟，它能够把10个国家的利益，或者说把10个国家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可能每一个单一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去影响大国的选择，但是你把10个国家的合力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声音，有更大的说服力，也能够争取大国更多的尊重和支持。但是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考虑到比如说东南亚10个国家的它的一个多样性，国家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大家对自己国家利益排序的这种差异，其实让东盟能够形成一个合力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声音，就是东盟实际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尽管说就是阿西安有这么多的掣肘，或者是有这么多的弱点，我仍然认为阿西安作为一个东南亚10国的一个联合体，它对于实现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是有帮助的。所以如何来强化比如说东盟的它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能力，它的决策能力，能够提高这样一个国家联合体在针对大国的时候它的声音和它的能力，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很多的方向，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余地可以去追寻的。了解，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啊。那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观众能够对于现在目前的美中关系，以及我们马来西亚在跟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之中呢，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的启发跟想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孙韵，也就是来自华盛顿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来到我们自由时事来做客，谢谢你。谢谢主持人。正在 YouTube 收看的观众呢，欢迎你可以这个时候就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